气，慢慢的苏醒，想要穿越水泥森林，哪怕遇到曲奇，迷雾终会散去，义无反顾与梦想相遇，人潮中看不清，拥挤如夜空繁星。干杯！庆祝星辰乔迁，谢谢。哇，果然炸鸡和啤酒最配。我吃多了轻食，还是觉得油炸食品最能让我开心。我的2个美女老板不嫌弃鹤立简陋就好。不嫌弃。自从我开始创业，我发现我们都好久没有在一起好好这么吃一顿了。是啊，哎，所幸啊，努力没有白费。你们俩现在都是有办公室的人了。那得谢谢背后支持我的女人和一直陪我奋斗的女人。那是因为你让我相信星辰会是一个很好的舞台。等到时候产品出来了，我也一定不会让你后悔请了我。他可是金牌销售啊，我可一直都偷着乐的好不好？现在有了新的起点，未来一定会更顺利。来，为我们新的起点干杯！干杯！好冰啊！面试官好，我叫许佑佑。我叫张杰。你好，我叫冯宇。我叫陈佐。你好，我叫蒋金轩，毕业于江阳工商学院，学的呢是工商管理专业，是本科毕业生。毕业于新港工程技术大学，硕士学历。京西工业学院、新港工程技术大学，学的是产品工程学专业。毕业于新港大学计算机专业，本科学历。我们是校友，哎，你对薪资的要求是多少？我刚毕业，对薪资没要求。我希望每个月5万块左右。我也希望。下一个。你为什么离开上一家公司？我把老板炒了。上一家公司规模太小，环境太差了，冬天冷，夏天热的，根本就不是人待的地方。你们这儿不错啊。下一个。你的理想是什么？理想？我好像没什么理想。我希望进入一家世界500强公司。我设计的产品可以获得专利。我就是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像写程序、编代码，我可以做一整天。丽姐，今天面试，我发现你好厉害啊！你真的不输那些专业的 HR，你辛苦了，喝水。行了，赶紧面下一个吧。下一个。你好，我是黄薇薇。你是季总以前的同事吧？你来面试的事儿，季总跟我们打过招呼了。虽然是熟人，但我们要公私分明。我想跟你交流几个问题，你应该不介意吧？应该的，应该的。我可不想做关系户，你们尽管问。你很有经验，在这个领域也工作了很多年，是我们要找的人。但是，我们星辰跟广华这样的大公司不能比，我们的容错率不高。我之前在广华的工作中，确实出现过一些差错，但季星走后，我在项目组背了不少锅，但也成长了很多。接下来的工作，我会全力以赴，拿出更认真的态度去面对。如果你加入星辰的话，你能够确保以前的问题不再发生吗？能。我可以像其他人一样，先进入试用期。你们看到我的表现，再决定要不要继续用我。
那星辰给你3个月的试用期，期待你的优异表现。谢谢，我是真的很想加入星辰。如果我们一起工作的话，星辰也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我们也属于是共同创业嘛，福利啊、分红啊，一样也不会少。好，那下一个。一定光华检查好啊。哎，怎么回事，黄薇薇？这还没到下班时间呢。正好。不是，你是工作中遇见什么困难了，还是跟同事之间有什么误会啊？不是，你先别着急收拾东西，走，你去我办公室，咱俩聊聊。没什么好聊的，陈总监，我想得很清楚了，广华给不了我想要的。说说你真实的理由。辞职信里写的已经很清楚了，自从季星走后，我就成了项目组的背锅侠。你跟林真轮着给我穿小鞋。不是我这你，我待在这儿还有什么意思？还不如跟着季星一起去创业。黄薇薇，你可要想清楚了，星辰可是初创公司，未来会怎么样谁都不知道。那有什么关系？星辰和广华都是韩总投的，我现在过去就是公司元老。可惜你当初得罪季星太深，没这个机会了。都看什么呀？好好工作！像这种见利忘义的员工，到哪儿都不会长久。各位，经过近半年的时间，东一已经初步完成人事改革。AI 部总监江淮博士，你们都已经认识了。这些日子，他带领智慧云医生团队，不仅快速完成了产品迭代升级，而且与多家医院达成落地合作。这一位是新任的产品部总监罗平，原产品部总监已经被外派至德国东洋基地，以后东医的医疗设备产品线全由罗总监负责。各位，幸会。软件硬件结合，是我们东医坚定践行的战略。我希望江博士和罗总监通力合作，全面实现业务升级。另外，我还要宣布一件事情：前销售部总监张新华因个人原因提出离职，现销售部总监的位置由前副总监王冲担任。你们都是经验丰富的专业人才，我希望你们各司其职，有什么业务上的需求，我会全力支持。我只看结果。你怎么来了？找我有事？季星是不是有些过分了？刚搬来就挖我的人，亏我前段时间还特意给他送了个花篮。东医内部鼓励自由流动，员工跳槽不很正常吗？现在是小白2期推进的关键时期，他把人挖走了，我很棘手的。走了一个工程师就棘手了。他挖走的是核心内部成员，他一走进度变慢了，到最后受影响的还是东医啊。不过，如果江淮博士能够早点过来当顾问，应该影响就没有那么大了吧？哼，你放心，答应的事我都记得。江淮博士的团队这2天就会入驻广华了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，我就。苑姐来了，那你们聊，我先走了。姐，什么事儿？坐。不用装傻，你知道我来干什么。
东一这么大的公司，人事变动很正常。你要是为了那几个犯错的老员工来找我，是不是有些兴师动众了？韩婷，无论作为集团副总还是韩家人，我都有必要来提醒你，你要想改革，不要太激进，凡事缓着点。欲速则不达。你这么着急把几个核心部门负责人都换成你的人，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你要干什么。我想做的就是和时间赛跑，毕竟我在董事们面前立了军令状，时间这么紧，没法慢慢来。您说是不是？说的倒是冠冕堂皇的，可你别忘了，让你开掉的那些老员工可都是跟着东一征战多年的。他们走了，很多事情你要从零开始。谢谢姐的提醒，我才知道，原来东一这些年的发展，并不是依靠公司的良性运转，而是这几个老员工。那这些人，更不能留了。你这么一意孤行，爷爷会答应吗？爷爷只看结果，我会用业绩证明。我还有事，慢走不送。好，那我等着看。好，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韩总，今天下午4点，星辰要开新年度第1次正式会议，请问您有时间参加吗？看情况。丽姐，坐。谢谢。苏总好。季总，季总，季总，人到齐了。行，那我们开始吧。这是我们这位是好帅。这是我们星辰搬到东阳大厦第1次正式会议，我们要讨论的是星辰未来的战略方向，还有具体的工作安排。大家有什么想法吗？季总，我们基金融合器的模拟产品参数已经十分完善了，所以我想我们是不是应该拓展新的方向？我有一些想法。我要去往那片理想之地，天地不犹豫，要将未来握紧，不怀疑，无畏的勇气。所以我要去往那片理想之地，却亦不放弃。我会永远相信有奇迹，哪怕无止境追寻。我曾跟随时光之影，辗转还是你，情不自禁。部分化学材料会抑制骨骼和组织与植入的相互作用。我觉得我们应该探索一些新的材料，如果能够找到更合适的，我相信这将来会成为星辰的一大优势。大家的想法都非常好，希望未来大家也时刻保持这个敏感度，多多的交流，多多沟通。莹莹，会议记录捋好，尽快交给我。好的，季总，没问题。苏总，打印机这2天就到位了，尽快出产品实验方案。好。烈，尽快梳理原材料供应商的名单，摸清报价，准备采购。好。
希望未来大家在工作的时候能够成为交付后辈的战友，在生活中也能像朋友一样的去沟通交流，一起为我们星辰的明天加油！好了，今天就这样吧，散会。哎，薇姐，那个人是谁呀？咱们的投资人，东阳医疗的总裁韩挺韩总。不会吧？大老板亲自来参加咱们会议，这么重视我们公司啊？季总，不请我去你办公室坐坐？哦，请。韩总，请。韩总，像这种初创公司的会议，你应该没参与过吧？相反，见过太多了。那对刚刚的会议有什么指点吗？贩卖梦想，建设梦想，用情怀和梦想画饼，吸引员工卖力。大部分初创公司都这么做。我哪有画饼？我们和那些贩卖梦想、贩卖情怀的公司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我们是真有梦想，而且对于员工，我是真的希望把他们当朋友一样相处。我的星辰会给他们提供一个自由的、开放的工作环境和平台，让他们发展，然后一起成长。就算有一天谁要是离开这里了，我也希望星辰能成为他们的镀金石。你不用这样看着我，我们就是跟别的不一样，未来我们一定会有好成绩的。你的自信啊，跟不要钱一样。是谁当初在青田渔村还提醒我要记得梦想，不忘初心的？对，有梦想是好事，但实现梦想是另外一回事。创业和管理需要务实，不是光靠情怀画饼就够了。能加入初创公司的人，都不缺梦想。作为老板，你得把他们拉回地面，把路走实了，比喊口号有用。产品实验方案出来了，跟我汇报。当年多亏了韩总的扶持，否则瀚海根本就没有今天。这份恩情，我陈宁阳一直都记得。我只是做了一个投资人应该做的。瀚海能有今天的成就，是陈总实力过硬。不过韩总，罗平这个人靠谱吗？毕竟他才刚刚加入东医，要是他知道瀚海是您投的，会不会？这个你不用担心。我们在聘用罗平前，我对他有充分的考察。那我就放心了。韩总，介绍一下，瀚海科技 CEO 陈宁阳，陈总；东英产品部总监罗平。陈总，幸会幸会。罗总，久仰大名啊。坐。那我就开门见山的说了，接下来东医要强化主产品线，需要用到瀚海技术支持，你们俩多交流交流，但是得做好保密工作。明白。说实话，之前一直听韩总说，东医要做软硬结合，接入3D 医疗打印技术。我一直以为是要跟星辰科技合作，还担心会等很长时间。没想到现在竟然能跟瀚海这样的巨头合作，我现在是信心倍增啊！罗总，您客气了，瀚海不过是比星辰早起步几年。韩总能选择投星辰，那星辰一定是有过人之处。相信依托东医的资源，星辰很快就能发展起来。到时候，和瀚海一起助力东医。那是，我自然相信韩总的眼光，也相信季总的能力。
怎么？心情不好？没有啊，你约我怎么会心情不好？你喝什么？给我来杯 whisky。好的。怎么了？找我什么事儿？我没事就不能约你了。怎么好好的送我礼物啊？我听说啊，你父母陪曾院长去国外度假去了。早知道你一个人在新港过的你，我就不去外地了，留在新港和你一起过年。这个是补给你的新年礼物，好看，适合你。说吧，到底什么事儿啊？我听说韩婷收购了一家新的公司，什么都还没做，就搬到东阳的大厦里去了。那姑娘叫什么来着？季星。你对韩婷的一举一动还真的是关注啊！我不是关注韩婷，我是关注你。星辰搬到了广华楼上，这明显是在打擂台啊。广华和星辰在业务上没有竞争，哪里来的擂台？竞争不只是业务上面的，还有感情竞争。怎么说，以前也是你的老员工，现在韩婷投资了他，门对门的，天天在你门口转悠，搁谁谁也心情不好吧？一个前员工而已，不至于。你也不用担心我了。我看韩婷最近在大刀阔斧的整改东医，对同科的压力也不小吧？所以我才需要你和广华呀。常总，无功不受禄，小弟，做生意和谈感情都要讲究时机。我有耐心，等得起。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终于到了。最初的梦埋在心底，斜风冷雨里，等待一个天气，慢慢的苏醒，想要穿越水泥森林，哪怕遇到曲奇，迷雾中会散去，义无反顾与梦想相遇，人潮中看不清，拥挤如夜空繁星，向往各自的天际，忘了原本遥远的自己。我要去往那片理想之地，天地不犹豫，要将未来握紧，不怀疑无畏的勇气。所以我要去往那片理想之地，却亦不放弃。我会永远相信有奇迹，哪怕无止境追寻。我曾跟随时光之影，辗转还是你情不自禁靠近，携手向前行，想有一段旅程开启，世界如此崭新，展开双臂呼吸，
哦，北迪的设备已经到位了，调试很成功。后面几页是程序设计方案。这一部分专业性比较强，需要我给你阐述一下吗？你是觉得我看不懂？不是，怎么可能？我还真有个地方没看明白，麻烦季总帮我解释一下。啊，哪里？这写的是什么？弹性、磨亮与皮质骨相近。哦，季总写字喜欢加密啊。这是什么？聚丙胶纸。哦，还好季总当初不是手写的创投文案，不然很难找到投资啊。公司情况怎么样？目前为止一切正常。原材料进货渠道，监管部门批准，许可证，医院临床报批资料，正在一件一件解决。韩总放心，烧着投资人的钱，我们每一天都没有虚度。椎间融合器的注册申请已经提交了，正在等待批复。那原材料呢？我们打算找科博合作，他们家性价比也高，品质也稳定，口碑也好。但就是订货的公司也很多，所以星辰也正在排队等发货呢。哦，原材料没到货，空有打印机，那不是相当于没米下锅？产品实验怎么推进啊？我会再想想别的办法。需要我的帮忙吗？可以吗？那还是需要的。5%的股份。好像也没那么需要了。那您忙，我去找原材料了。我的字儿这么难认吗？哎，季星。哦，嗨，你好。来找我大侄子啊？啊，聊点工作。我也是，我今天来找他拿投资的。和资本家做生意，祝你一切顺利啊！我先走了。好。怎么会不顺利啊？福气满满，对吧？大侄子，嘿嘿。哎呀，苏哥，有份文件需要您签一下。哦，好。来，苏哥，这什么呀？买了。丽姐来了吗？没看见。来，把门给我关上啊！啊。哇，丽丽姐，你这包也太好看了吧！厉总，我听朋友说您这个包已经断货了，最近在新港根本买不到。这包这么抢手啊？当然啊，他们没有网店的，网上的都是赝品。都是赝品，真的假的？哎姐，你们是怎么能鉴别出这些包是好还是坏呀？你懂什么女孩子的心思？丽丽姐，这是你男朋友送的吧？你男朋友一定很爱你，给你花这么多钱，你也太幸福了吧！好了，不聊了，你们赶紧工作吧。走啊！走。
跟你说，我这个企划案近乎完美，回头那客流量肯定蹭蹭蹭的往上涨。眼睛要不好好戴就给我摘了。你懂什么呀？年纪轻轻的真是个老古板。哥，这是时尚。哦，对了，我那个进货渠道都找好了，光是酒单和菜单我就做了300，而且每年大小节日还会有特别活动，这种地方我常去。没人清。告诉妈妈，你要跟姑奶奶说什么？这是酒吧的名字啊，你这个土星来的帅哥啊！我告诉你哦，这个酒吧肯定会火，地段好，大小刚好。哎，我不是带你去过吗？就季星喝醉那家。定位不够清晰，模式过于大众化，没有跟同行做出差异。那条街200米内，光是酒吧就有5、6家，别人凭什么到你这来消费？你的策划没什么亮点，想重金宣传都找不到切入点。我们看的是一个企划案嘛。我改，我这周回去改。金人说的对，你就是个资本家，剥削我们劳苦大众。来，马总，您尝尝。好。特地托人从杭州带的明前龙井。啊，好。这次的事儿就多谢您了。啊，没事儿。哎呀，不过我担心这件事儿会不会得罪韩总，毕竟星辰是他投的。我们又不是不给他发原材料，就是拖一段时间。再说了，订货公司那么多，总有个先来后到嘛，不是？对了，马总，我爷爷还说过2天请您来家里吃饭呢。哦，曾院长，有什么事儿我随叫随到。好，没问题，我提前约您。啊，好好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，请稍后再拨。马总还是不接电话。韩婷说的果然没错，跟他们吃1万次饭也没有用。行了，你别想那么多了，我再想想办法。我再联系马总，实在不行我就去公司找他。我现在就去。您的肉烤好了，慢用。谢谢啊。现在进度卡在原材料这儿。秋子，我听说你们材料院跟科博材料关系特别近，马总就从你们那儿出来的。你给我讲讲他的情况呗，我看看有什么突破口。马总啊，他以前好像是做学术的，人嘛挺简单的，做事儿1是1，2是2。哦，对，他好像特别喜欢喝酒，现在一有时间还来找我们曾院长喝一顿呢。不过你也知道，像他这样的大咖，我们这些新人是说不上什么话的。唉，要可以的话，我也不想找他。但关键是我们需要的首批原材料用量不大，但类型不少，就科博材料最全，想找备用急救都难。没事儿，我也帮你想想办法。星星，他这事儿不管吗？现在公司千头万绪，他哪有空啊？这事儿我来解决就行。他现在怎么样了？跟奕晨师哥也分手那么久了，他现在还是单身吗？他哪有时间谈恋爱啊？不过，
倒是有人追。谁在追他？行了，咱们今天不八卦啊，这都不重要。女人最重要的是搞事业。你刚刚说马总喜欢喝酒，他最喜欢喝什么酒啊？马总，哎呀，厉总，那个马总简直油盐不进，白白浪费我几瓶好酒。那现在马总人呢？马桶上吐呢。啊，我再想别的办法吧。拜拜。出什么事儿了？这么焦虑啊？原材料的事儿，排队时间太长，公司等不了那么久。刚刚见了科博材料的马总，但人家肯定不会帮忙。行了，工作是忙不完的，你别因为我的工作影响你的心情了。你现在在哪上班啊？星辰科技。怪不得你总是在东阳大厦下车，原来是去了星辰啊。你听说过我们公司啊？略有耳闻。那没吃好吧？想吃什么？你挑菜系，我选地方。吃辣的，越辣越好。走啊！我这酒吧肯定能赚钱啊，非得接什么企划案？我又不是作家，打这么多字干嘛？施工。Hello， 宝宝们，我是柠檬树上聪明果。今天果果来带大家探店，这家店就是我跟闺蜜常来打卡的宝藏店铺。让我们来沉浸式探店。啊，我一进来就闻到浓浓的咖啡香，还有啊，这满屏的绿植，真的让人心旷神怡。这里呢，就是我跟闺蜜们的海景专座啦。好啦，镜头翻转一下，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点一杯咖啡了。哎，这个座椅啊，很舒服，很大很软。如果有需要长时间来办公的宝宝们呢，这里绝对是你的不二之选。地址我已经附在视频下方的链接啦。谢谢 Mr. Lu 送来的礼物，谢谢各位宝宝们的关注啊！看一下啊 ，Mr. Lu 问，现在年轻人都喜欢去酒吧，没什么人来咖啡厅。但是呢，我们今天是个咖啡厅的探店之旅，对，所以尽量还是往这边靠主题啦。但是果果想了一下，我觉得 Mr. Lu 这个提议还是不错的。如果有对酒吧有想法的宝宝们呢，可以在公屏上打一波，我们也可以提前做一做功课嘛，对吧？啊，喜欢去年轻人多的地方，帅哥美女，对。哎，看来你们对酒吧很有想法嘛。行啊，下一次我们就计划一个酒吧之旅。Mr. Lu 又问，果果喜欢什么样的酒吧？我个人觉得 live house 那种还挺不错的，就是唱歌的人在台上唱，然后客人呢可以在底下喝酒聊天，也不会太吵。而且因为我是个主播嘛，我觉得如果酒吧里能有一个大屏幕，能及时的让客人把当时的心情啊、感受啊，通过弹幕的方式来回馈给大家，这个想法可能会很有意思。谢谢。好，谢谢 Mr. Lu 的大礼物，谢谢。好啦，各位宝宝们，点赞关注也要加一波，不要迷路哦。
今天是咖啡馆探店之旅，对吧？哦，我已经迫不及待要点一杯咖啡，赶紧的。哎呀，好轻松啊！我们来看一看咖啡的制作过程。厉总，我已经把星辰的供货排序提前了，1个月内一定给你们供货。谢谢马总啊，改天请您吃饭。你打来的正是时候，问题解决了。解决了就好。是你帮的我。刚好有个朋友认识马总，就请他牵了个线。我不是说过吗？我不需要你帮我解决工作上的问题。有一次你站在我的对面，讲述着我不熟悉的世界，那些看似遥远，却横在你我之间，互相试验谁先越过边界。如果可以再靠近你多些，是否能将回忆渐渐重叠？时间筑起墙垣，让孤单至少安全，别让了解变成一种冒险。我们